小朋友听到巧克力，脑中大概只有一句话：可以吃吗？原本以为今天的重点会是甜甜圈 DIY， 结果在巧克力共和国，孩子动手做点心，大人找回了一点零食童年。但真正让孩子开始放电的是后面这个零食加上的地方。有人开始独立买牛奶，还负责把每只动物都喂到公平。有人前一秒很唯美，下一秒被鹅追。这一天，孩子最难忘的可能不只是一开始的巧克力。今天出行由老婆开车，后排的我和女儿都有些紧张。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，不是因为她车技不好，以她的车技称她阳明山车神也不为过。不过那是她年轻的时候，有了孩子后，开车习惯变得跟她本人很不搭，非常稳重。相比完全放松的儿子，我跟女儿紧张是因为女儿偶尔会晕车不舒服，而我则要警惕她会不会下一秒吐到衣服上。当然绝不是因为老婆的车技啦。今天我们去的地方是位于桃园八德的77巧克力共和国。孩子们前一晚听到巧克力就已经非常兴奋了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大概不是工厂，也不是展览馆，而是等一下有零食可以吃吗？可以选一个牌子，然后拍照打卡可以免费录的。哦，好哎，对对对，好。那我们这边先帮您购票了，然后我们等下打卡完再给我看。好。因为当天是母亲节，作为家里的财务主管，听到有免票活动，心里就乐开了花，赶紧在门口拍照打卡参与活动。外围应该是真正的巧克力工厂，走到最里面就是巧克力的展览馆。跟孩子说这是一块掰开的巧克力大楼，他们好像有点似懂非懂。一进来，他们就被这个巨大的巧克力墙壁吸引了，兴奋地跑过去确认是不是真的可以吃。大人门票300，小孩200，分别可以抵150和100的消费。整个场馆都是巧克力主题的元素，看起来很可口。我们先上到3楼的 DIY 教室，甜甜圈 DIY 是200元，可以用门票抵100。一开始因为母亲节打卡可以免票，我内心还有一种赚到的感觉，但后面逛完才发现，如果加上 DIY、商店和餐厅，整体花费其实也不算低。好在小朋友对做甜甜圈的评价很高，只要他们玩得开心，大人就会自动降低金钱敏感度。中性的糖果盒都是可以使用的，那麻烦就是小朋友的手不要伸进去抓糖果，那汤匙也不能放进嘴巴里面。那还有附一个透明的贴纸，就是贴在外盒的哦。好，那要什么口味呢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的，就放在这边，都是直接放的，不然它会滚。来，它可以直接放，对，放上去就好。好，哎，滚下去了。好，再来放去。我要星星。好，星星，星星给你。然后再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这些是都可以吃的。好好吃。然后这边的都可以用哦。妈妈先挖一次给你们看，这样子撒，要撒会吗？不要撒太多，我觉得会变超级甜。撒在上面，这个轻轻不要碰到，你这个汤匙不要碰到那个酱，知道吗？这样在上面撒。对，你不要一次撒太一样的东西，不要撒太多啊，你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。那我再帮你加一点这个。什么？还有那些，还有这个，对，可以加。
对，你看它这样就会粘住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吃完。他们做的还不错吗？至少在爸爸滤镜之下，我觉得是很可以的。做完甜甜圈，我们从威化造型的楼梯走到2楼，这里有一段从可可果变成巧克力的介绍。可可对不对？可可果采下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切开来，把里边的籽拿出来，籽拿出来这里，然后这里再做了，那可可果的籽放进去，然后这里晒干，是晒干了，真的是晒干。然后吹风啊，吹干，然后变成这样了，变成这个了。接着我们来到旁边一个展厅，看到这个巨大的77乳加，孩子可能跟我一样没太大感觉，但对很多台湾大人来说，这应该是一代人的童年被放大了。这个妈妈很喜欢吃的。再来到产品展示墙，老婆很兴奋地在跟我们讲解一些产品的甜美回忆。那一刻让我想到，上海人也有自己的巧克力记忆，比如生风巧克力。看来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在地巧克力记忆。这个是什么？很浓的味道。这个巧克力配方桌上的抽象情绪积木，着实让我绞尽脑汁了一番。你倒是告诉我，雀跃、满足、甜蜜、放松，这些词要怎么跟小朋友解释？讲到最后，我只能简化成：这个是开心，这个是舒服，这个是很开心，这个是很舒服。接下来几个 ASMR 房间，我们路过就好。小女生真的变化很快，从害怕到雀跃只要1秒。面对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，最难的不是告诉他答案，而是你明明知道答案，却要重新想一遍，到底怎么讲他才听得懂。巧克力，台湾的夏天。走到1楼的可可树养殖温室，1秒进入台湾的夏天。看来湿热的空气才能孕育出温良恭俭让的台湾巧克力。来到1楼的商店，这个口味的巧克力让我非常好奇。你先闻闻看，有牛肉面吗？还是巧克力味？好，那你吃。我想要闻。怎么样？吃起来？有那个泡面，好像那个泡面。那个牛肉面的你不敢吃的啦。怎么样？还蛮特别的。真的吗？会想要买来吃吗？不会。它这个它会比较有点咸甜。那这个花生，这个我应该会喜欢。这个蛮多人都可以吃。咸甜甜。我想要吃爸爸第2个的那一颗。这你应该会喜欢。真的哦。这还蛮辣的。那我也想要吃。蛮辣的，你不怕辣就可以。哦。后面有点辣。很香，像草莓一样的味道。好好吃。对呀。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别说小朋友了，大人都很难忍住不破费。这里插播一下，我们最近出门常带的水杯，试过好几款，不是容易误触漏水，就是因为温差关系，打开的时候会喷射。而这款 TPS 有食品级安全塑料材质儿童水杯，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麻烦。双重安全扣防止漏水，上层是吸管，下层是直饮口，小一点和大一点的小朋友都能用，并附有排气孔泄压防止喷射，容量够大，分量够轻，小朋友也能自行操作，是居家出行的必备育儿神器。午餐我们就在这里解决，价格不算夸张，味道也不算惊艳，不过以亲子行程来说，可以不用再开车找餐厅就是首选了。
吃完正餐后，自己做的甜甜圈比什么都香。看时间还早，大人在讨论后续行程，他们已经被一只毛毛虫吸走注意力。回想以前停在原地查手机，早就闹翻天了。现在能安静看一只毛毛虫看这么久，也算是长大的一种证明吧。离开巧克力共和国之后，我们又去了桃园大溪的富田香草休闲农场。原本只是想让孩子放放电，没想到下半场他们反而玩得更开心。作为父母，自己想花钱的时候常常会想半天，但带小朋友出去玩，买门票绝不会手软。好在这里200的门票还算亲民。这里的动物种类不少，有小马、羊驼、走地鸡和火鸡，还有驴打滚。整个农场地方不大，不过小动物密度很高，种类也很多。小猪是最受欢迎的大明星了。你要喂它的奶奶吗？可以是坏奶奶。特意让儿子自己去买了喂小猪喝的牛奶，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锻炼。一个。蛋姐，我找你哈。这个呢给你，喂完等一下空瓶要带过来哦。看着这些小东西喝奶，真想说一句：你们喝起来的样子真像猪啊！你拿好，不要动啊！哎呦，小猪都站起来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把这个瓶子拿去还给阿姨。哥哥胆子很大，什么都不怕，而且奉行公平主义，大家别抢，都有的吃。被他抢掉了，小心割到手，小心割到手，那个边上很绿。而此时什么都怕的妹妹，应该神隐在妈妈身上，开启了上帝模式，不敢落地。听说这里是《天国的嫁衣》的拍摄地，倒是我看过为数不多的台湾偶像剧之一。大学的时候，大家好像都挺哈台的，从 F4 的《流星花园》到《王子变青蛙》等等。现在回想，剧情有点无聊，但在当时还看得挺有滋有味的。好了，这里扯远了，回到眼前这位被鹅追的男主角。本来看他走进这个水中央的小教堂，画面还蛮有气氛的，我甚至觉得这一段可以剪得很唯美。等一下，没想到下一秒他就被鹅吓跑了。啊，给你。好，他们看着你了，你就要给他们啊，否则你就走开，不要在这里，否则他们一直会盯着你。哎，走了。没关系的，他不会啄你的。鹅来了，快撒！快撒在地上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晚上再吃个烧鹅，加深印象。啊，没关系的。还有一盒。哦，好。最后还去骑了马。拜拜。我很爱骑马，小时候经常会去上海动物园，而去上海动物园必然会骑马，所以早前一直很想让儿子体验一下。过去他一直不太敢，直到上次在九寨沟跟大人一起骑过一次马之后，这次他终于敢自己骑了。小孩子的成长可能就在一瞬间。看他在马上摇头晃脑的样子，有点好笑，但我知道他快要进入低电量模式了。这一天原本以为只是看巧克力工厂，结果做了甜甜圈，喂了小动物，骑了马，还有被一群鹅吓跑，收获了满满的意外。今天的行程他们给予大好评。
做父母的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